看重要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还是持续要带大家先来看到中东这边的状况哦。好，目前呢，伊朗跟美国在谈判上面是呈现一个非常大的僵局。好，那伊朗这边还是有在发通牒警告。好，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嘛，在伊朗的国内有很多的广告招牌都是写着这个抓住了赫姆兹海峡。现在看起来这赫姆兹海峡仍旧是伊朗的底气，也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他们是在发出新的威胁，说将在海上焚烧美国的船只，而且要他们不要误判。那这是革命卫队的海军高级官员说，如果美国发动了任何新的侵略，德黑兰将会部署抵抗阵线的力量来采取新的战术回应。好，那海军的政治副手就加码补充说，如果你美国再一次误判了形势，我们就会在海上烧毁你们的巨型舰艇。好，给了一个非常严正的警告。好，那伊朗呢这边有汉达拉骇客组织有特别讲说他们这次公布了讯息说就是公布了中东美军2379人的讯息。那说这只是我们监控的一个冰山一角。好，那当然目标是对美方发出一次小小的警告。那美军的指挥官们引以为傲的安全都是幻觉。这里头有记录到中东地区数万名美军人员的姓名、身份，还有他们的地址，非常详细。那连日常出行的路线、购物习惯等等的讯息都有。所以他说任何想要逍遥法外的侵略者都会成为导弹跟无人机打击的目标。好，那伊朗现在看起来警告满满。那我们要关心川普是怎么思考的呢？好，川普现在还是活在他的泡泡里面他说伊朗刚刚通知了我们他们正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打开赫姆兹海峡。因为他们正试图解决领导层的安排，他说相信他们能做得到。好，所以目前川普的态度还是持续在伊朗在里头的内部有一些分裂所以他对于他们的领导阶层的这个混乱好像还蛮有信心的好，但是伊朗官方对于川普在截稿前都没有证实川普的说法。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川普一直在自我感觉良好。好，反正川普说的话也没人能够证实常常都是被打脸的情况。那目前呈现僵局之后，这样的态势有越来越明显了。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对伊朗领导人他是什么态度呢？好，在一场这个顾问的说法里头讲说川普有觉得伊朗领导人只懂炸弹。好，也就是因为川普现在对伊朗慢慢的失去耐心，然后他的顾问呢他就对他的顾问说伊朗的领导人唯一懂的东西其实就只有炸弹。那这顾问事后也表示说，川普总统在升级到直接军事行动方面都是蛮谨慎的，所以他认为川普既沮丧又务实，同时认为川普不想动用武力，但是他也不会退缩。好，所以现在这个陷入一个不战又不谈的僵局。那到底接下来该如何呢？我们看到目前在国际组织上面确实有一些交锋，包含的是在安理会。好，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面，美国跟伊朗的代表有针锋相对。好，那就赫姆兹海峡的问题互相的指责。好，我们看到了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他说，全球关键的航道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的谈判筹码或是收费公路。好，那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则说美国你实施海上的封锁、扣押伊朗船员等等的行为，就跟海盗还有恐怖组织是一样的。好，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This strait is not Iran's to wield like its own moat and drawbridge. It is not Iran's hostage. It is not Iran's bargaining chip. It is not Iran's toll road. It is not for Iran to play with like some type of bargaining chip.
好，所以呢，互相指责是海盗嘛，哈。好，那卢比欧美国这边的则讲说，伊朗将荷姆兹海峡当做一个经济核武的使用，那美国不会接受在伊朗设定条件下重新开放这项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也不会同意推迟核计划的谈判。好，但是一轮看完之后啊，我的感觉是，其实如果美方没有发动这场战事，伊朗也不会拿荷姆兹海峡当成经济核武使用嘛，吼，所以呢，这整件事情的源头，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吼，这也是伊朗这种反制作为啦。好，那伊朗表示已经准备好向盟友分享美国战败的经验。好，这是伊朗的国防部副部长说，伊朗愿意分享在应对美国武器方面所汲取的经验教训。那这当然对于国际上面来说是蛮重要的讯息哦，因为过去我们认为伊朗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型的国家，就现在把这个美国打得不要不要的那美国也没办法把它拿下来，那确实改变了很多人对美国的观点。那现在美国谈核武是不是反被中伊间接打脸呢？原来是因为在联合国确实还有口角，这是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叶奥他认为现在伊朗获得了这个禁止核武扩散会议的副主席，这是一个对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侮辱。好，但是伊朗方面就说美国身为一个史上唯一使用过核武，而且持续扩张并现代化核武库的国家，却试图以法尊仲裁来自居。他认为这根本站不住脚。好，所以你看到美伊的这个冲突在好多的国际这个组织上面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锋。好，那现在连中方都认为说，在不扩散核武的条约第11条的审议大会上面就讲说这个经费分摊机制美国认为已经过时了，而且他又提到中国说，过去30年间他们经历了非凡的经济增长，但是贡献却只有0.91%，所以要求重新的调整核武器国家的费用的分摊。好，但是这点让中国的外交部军控司司长非常不满，我们来听一下。The current NPT financing formula is China, despite experiencing extraordinary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past 3 decades, contributes only 0.91%. This misalignment undermin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at assessed contributions.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始终按时足额缴纳，同时，中方敦促美方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尽快补交拖欠本次审议大会的会费，把拖欠会费作为调整会费的施压手段，不可取。好，为什么中方会这样说呢？你看看这美国对于联合国体系总归欠的额度已经高达了40亿美元，也难怪中方可以讲出这样批评的话。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僵局，目前争点最大的荷姆兹海峡，我们先问介大使。对，荷姆兹海峡，事实上的话，美国真的要控制的话，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问题就是他没有这个决心啊。美国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他自己证实了核子武器无用论。庞大的这个传统武力无用论，就你战场上你考虑那么多，那你自然你就束手束脚了。那以川普不是讲吗？一开始就说所有伊朗的海军都被这个美国给消灭了，所有伊朗的空军都被美国给消灭了。伊朗既无海军也没空军，那美国为什么不敢进去呢？对，所以战争如果说是害怕自己本身的伤亡，或者说害怕自己本身付出代价的话，那今天的结果就是美国。那而且这些情况现在看起来呢，川普呢，事实上动用武力的决心已经完全动摇了。他现在有在进行攻击吗？没有。那不断的在这些谈判桌上见不到，还说可以打电话，然后还在这边隔空喊话。其实我觉得伊朗事实上整个来讲，我一开始就认为伊朗事实上封锁荷姆兹海峡，如果永久封锁它，绝对违反国际法，而且也行不通的。是，因为它会跟所有世界国家为敌，大部分国家为敌。欧洲的天然气石油要从那边出来，亚洲的大部分的石油天然也要从那边出来。对，所以他在那边这个非法的收费的话，那是犯众怒。所以我也觉得伊朗不可能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永久性的。目前他只是说，我现在是被攻击方，
我是行使我合法的自卫权。那荷姆兹海峡是我可以行使自卫的一个工具，我拿来使用。可你要永久性的把它所谓的把它变成永久性的对这个海峡的拥有掌控权，甚至以这个海峡作为收费的话，从法、从理、从情都行不通。那问题就变成现在的谈判，我认为就是说从双方各提10个谈判标的物，报信的只剩下2个。请问一下，我们前一阵子还在谈的伊朗说你要赔款，美国要负责赔偿，对，这个现在有提了吗？没有再提了。有没有在说美国的军事武力跟所有的军事基地全部撤出中东？现在也不是问题啊，也没有人在提了。还有就是说战后伊朗的安全保证，这也不提啦。所以他的最高领袖伊朗这个只提出来说，荷姆兹海峡的战后也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其实我认为这是个谈判语言，那就跟美国今天坚持要伊朗放弃核武的发展权利，对，本来说是好像是20年，那现在是5年。这个东西就变成两边都在谈。那我认为荷姆兹海峡是伊朗拿出来作为对抗美国要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一个相对的案件。所以你要我开放荷姆兹海峡的话，那你就对我所谓消灭我的核武能力的话，你就必须要让步。是，所以这就变成这是一个谈判中间的一个议题啦。那不过这个现在目前我觉得不管就荷姆斯海峡的封闭，还是美国的封锁荷姆斯海峡以外的阿曼湾，或者在阿拉伯海上，我觉得国际的视听来讲是对美国的怨言比较多，对美国的怨言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看5月1号了。5月1号，如果川普侥幸过关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说川普被美国国会否决他对伊朗的继续实行武力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对，所以5月1号会是一个转折的关键哈。好，有明教授怎么看？现在伊朗跟美国之间呈现4不现象：不战、不和、不谈、不打。或者是不停。那不停也就是没有停止彼此的相互的封锁。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那现在有一点像是这种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看谁先退让。那不过川普的时间不多，可是你看到川普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他能不能再用军事的手段？那其实在这边整个从中东到印度洋，要超过20多艘军舰还在这边。那军事的手段，但问题是能够做怎么样的打击呢？再次的全面轰炸，还是说要去进行地面的战争、夺岛战争？每一个选项其实基本上他都曾经讲过，或者是想要做过都不可能。那还有一种军事选项，我就注意到了，昨天以色列在警告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这边，以色列占领区域的以北，黎巴嫩南部要求10几个村庄开始在撤退，因为他警告我们随时可能会在攻打，所以以色列再一次的攻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可能会变成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大的变数，而这个攻打会不会延伸到以色列再次对伊朗的轰炸，或者是斩首行为，会不会出现？过去我们在2月28号的40多天的战争当中，我们都看到，那但是我觉得以色列再打真主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变数。5月1号是个变数。我个人认为，在美国国会要通过一个决议支持川普继续出兵，仍然存在可能性哦。因为现在共和党面临到年底的期中选举，他们如果在这个事情上退让了，或者是分化了，那你年底还做一个党，你怎么去选举呢？因为这个事件大概不会是5月1号，我讲的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种不战不和不谈不停，不会在5月1号结束，甚至不一定会在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川习会是5月中旬，对，夏天的时候都不一定会。但是现在你看，各国都已经忍耐不住了。基本上，当川普在说伊朗这边已经要溃散了，他要求我们来进行谈判，他真的是不断的在做梦。然后，当美国的联合国大使在指责伊朗的时候，我请问，是谁在非法侵略？伊朗在先？那伊朗现在证明他没有核子武器，那他把
控制荷姆斯海峡当做它核弹级的自保措施。现在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能源，但现在也影响到美国。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搞得现在已经变成全球失序的时代。那地缘政治蒸嚣尘上，那大家只好自求多福了。好，征辉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最近全球的股市都在大涨，你就知道其实全世界怎么去看中东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这里再会逆转变成一个很大的战争吗？其实大家都觉得不会，大家也看破川普的手脚。那你叫我现在来就做一个大胆的推估我说在未来的这个中东的发展，美伊战争大概我分4个，最可能当然就是一个谈和成，谈到一个，然后美军全退。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谈得很好，但是呢，美军大部分也撤退了。然后第3个就是结果又回过头去冲突了，然后冲突起来就像又像类似这样的远程的轰炸。那第4个，这个几率最低的才是陆地的这个地面部队的推入。我这样说，我很武断说，你说这1、2、3、4，如果你叫我估百分比多少，第一个80%，第二个15%，第3个4%，第4个1%几乎不可能的。为什么？你先说这个谈判现在伊朗提了一个就叫做3个阶段嘛，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下子就能够一步谈到位的，那不妨来我们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美国也应该去考虑的。那他第一个就是说停战，美国当然想停战，伊朗被打也想停战。其实这个停战基本上没问题，但是只有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不希望停战，因为以色列觉得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他如果现在中东美国居然撤退，然后停战，以色列的前途可能是陷入一个险境，所以以色列不愿意。但是以色列不是他愿不愿意就结束的。你可以看得到川普最近是如何的逼这个纳塔雅胡要停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放这个海峡。刚刚其实大使有说过，你封锁海峡那是国际通道，国际通道的就是说全世界的航行权利是高过领海，甚至高过内海，它高过一切，所以你不能够去封锁，你封锁视同开战，这是我先说的，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但是那为什么现在伊朗封锁呢？因为伊朗现在是生死存亡之秋我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跟我讲什么国际法？所以第二个，他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最后他一定还是要经过一个管制开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去核，去核是川普目前唯一的退路。目前看起来，不管怎么样，他到最后都会说他去核成功，只是不发展多少年，浓缩铀交给谁，浓度降到多少，只是这个的差距而已。但最后川普会说他成功的。对，但是这些差距就足够让大家讨论半天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美国海军学会有一个追踪舰队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分析的数字我们看到这张图，好，那包含了有华盛顿航母全狮号目前还在关岛，还有林肯号航母、老布希航母、迪利波里号2栖突击舰还有福特号航母都在中东。好，那另外有尼米兹号在南美洲的部分。好，那根据这位公开数据，截至4月27号，美国海军部署的航母打击群跟2栖戒备群在全球各地的大致位置就是这样。好，那对不起，是航母打击群或2栖戒备群执行的是分散作战的任务。好，那包含的是2天前美国的海军迪利波里号在阿拉伯海被发现了，它距离阿曼湾大概只有120公里左右。好，那现在呢，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活动仍然持续的激烈。那过去24小时之内你看看至少有26架的 KC-135跟 KC-46的加油机在波斯湾附近来活动。好，同时美军的侦察机也保持着活跃。
在东地中海亚丁湾、跟荷姆兹海峡以及阿曼湾上空来执行任务。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啊，在这个海军的部分跟空军的部分活动非常的频繁，而且就在中东地区。好，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哦，这算不算是一种讯号？好，但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评估上面也看到，美军如果你要它进入到伊朗进行一个地面战，是不可能的代志啦，哈。好，所以呢，目前又有一个新的讯息，但是虽然新，但事件是旧的。好，也就是大家记得吗？之前呢，美军在阿曼湾拦截伊朗的货船图斯卡号。好，那现在呢，美军突然放了这个消息哦，那说啊，这个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史普鲁恩斯号在阿曼湾有拦截这艘货船，那双方在海上对峙是长达6个小时。那由于这个货船拒绝配合指令，所以美军随即启动的是交战规则。他说连发了9发的惰性弹瘫痪了他们的货船还说我们陆战队强攻感觉非常的勇猛。那是现在才传出来，这大概是2-3个礼拜前的讯息了哈。好，那有说美国国防部现在申请更名为战争部。好，观众朋友你可能会好奇，这不是之前赫格塞斯上任之后马上就要改的事情吗？不，之前都是嘴巴说，现在才真的要正式更名哈，也就是五角大厦提出了更名的申请，要把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好，但是相关更名就要有一些成本嘛，因为要换名字。要超过5000万美元。好，五角大厦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提案，推动修改这个法律，以完成正式的更名。好，但问题就在中东的部分，美伊都还在僵局。那其他的国家也不是只看热闹他们也发现到局势有一些不赶快现在有人做了第一件事情，让大家蛮震惊的，就是阿联酋第一个拿出了一个震惊方案，他说我不在里头挤了，我要从外头出货因为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通知所有的客户，5月开始直接在波斯湾外的富查伊哈港来提货。好，富查伊哈港就在这里那荷姆兹海峡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富查伊哈港是没有到荷姆兹海峡，在外头直接进去拿了货之后就转出去了也就是邮轮不用再进荷姆兹海峡，在港外船对船转运就可以了。那这招呢，就是直接绕过了伊朗跟美国的双重封锁。好，所以呢，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阿联酋现在在做这件事情，那甚至阿联酋还讲到说他们要退出OPEC 跟 OPEC Plus 那现在呢，这个是阿联说未来有产量的安排，所以5月1号开始要退出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跟 OPEC Plus， 不再跟着一起来限产控油价。好，那路透说阿联酋作为这样长期的成员国，突然退出会引发一些混乱，那削弱这个组织对主导组织的杀国造成了打击。那至于对川普来说就是胜利，因为川普曾经指责 OPEC 透过抬高油价来削弱世界的其他国家。那至于《华尔街日报》则是分析说美国的页岩油开采实现了华府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那也削弱了 OPEC 对于油价的控制。那随着阿联酋宣布退出，这个大框架就正在瓦解当中。那对于美国的石化燃料能源来说，又是一次外交政策上的胜利。好，那目前看到美国在海军封锁之下，伊朗的石油出口是有遭到封锁的。好，那再加上现在谈判陷入僵局，伊朗也在寻求一个新的储油方式，避免生产严重停摆。所以呢，他们想到说我们就用铁路好了，把原油运往中国。好，那巴基斯坦现在跟伊朗开放了6条走廊，伊朗可以直接透过陆路来跟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连接，绕过美国的封锁。那傅聪这边就有特别谈到中东局势紧张那希望能够稳定啦，那影响世界经济跟能源安全，希望能够抓住和平窗口，早日恢复中东跟海湾地区的稳定。那摩根士丹利的高层则是有特别讲说，中国是这场中东变局下低调的赢家因为完善的能源储备体系成熟的新能源产业链跟稳健的外交策略，共同建构了中国的抗风险壁垒确实也蛮多分析讲说这次美国跟伊朗的对决
反而让旁边这个作壁上观的中国成为了现在全球最大的赢家。好，我们还看到了现在美国在这个海军还有空军上面的动作还是蛮频繁的，为什么？介大使？当然是蛮频繁的啦，因为美国现在无法用陆地基地，也就是说这些海湾国家陆地基地基本上都不给你用，还有地中海的那些基地也出了问题啊。你知道打仗的话，你要攻击，你要有个基地，对，你美军基地就是可以进可攻退可守的。那现在海湾国家不给你用啊，对，他就是不让他不想被牵入这场战争里面，所以基本上美国很多攻击的武力都是从他这个舰艇上去的。那比如说他的战斧飞弹、这巡弋飞弹，很多都是他在这个波斯湾或者在这个阿拉伯海甚至地中海的这些海军舰艇上打出去的。那还有他的预警的很多东西还都是这些地方，所以他很依靠海军的力量。这一次，那这也是美国这次外交孤立，这场战争打得这么吃力，成本这么高的原因。你如果基地从陆上的话，跟海上的话，那个成本差距很大，所以美国你看现在2艘航母不够，第3号航母也在赶过去，对。那在海上打很麻烦啊，你那个还要靠陆地补给啊，船上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打的这些弹药、飞弹都需要陆地补给，成本也高。所以你可以看，不过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离这个伊朗的水面海岸都距得很远。为什么？因为这次战争，其实我们看到21世纪战争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精准导弹，这种超高音速导弹，它的所谓的嚇阻能力有多大？你美国这么大一艘航空母舰，说实话，它要躲到1000公里以外，或者1200公里以外，然后它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航母战斗群，为什么？来做这什么带刀护卫啊，帮你做空中的防卫啊。川普在过去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的林肯号已经被攻击了100多次。他说我每天看我们那些船舰上的这些电战的人员他真的是很佩服美国军力多好，每天在干嘛？防着被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或者这个攻击。所以呢，我觉得这次战争证明怎么讲什么为王？导弹为王，还有什么呢？无人机为王。无人机的所谓的它这种所谓的全面的出击会让你耗尽你的防空武力，那就变成就是说，它一颗10万块钱美金的一个无人机会耗到你200万美金的一颗导弹。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些军力在这次对伊朗战争得下一个结论就怎么样？大而无当。所以我们才说嘛，这个对美军来说就是一种消耗战。好，但是一轮也蛮好奇说，这个阿联退出了 OPEC 或是 OPEC Plus， 这是有什么盘算？永明教授，其实这个 OPEC 各位知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那现在还有一个 OPEC Plus，那就是把俄罗斯也算进来。基本上，其实它就是一个联合垄断的机制，我们叫 cartel 卡特尔。也就是这些石油国家。因为经过那个石油危机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说，其实要用这种生产的量的改变来去调控国际的这个油价。那当油价太低的时候呢，它就要减产。那减产的话呢，因为需求还是固定或增加的话呢，那它油价就会升高。但油价如果过高的时候呢，美国一些其他国家就会要求它增产，那它的这个政治的这种谈判的筹码呢就会增加，所以它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油价、为自己的收入，一方面呢，也就是为了政治的谈判，尤其是跟美国。但为什么阿联酋在这一次呢要跳出来？因为整个 OPEC 其实大概是由主要的这个最主要的产油国，那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它所主导甚至控制。那阿联酋呢，在过去这几年它增加了很多这些储油设施跟这个碳油设施。他要把这个就是出口量调高，从过去的300万桶一天调高到500万桶。那结果呢，还没做出来就发生这个战争，那结果反而更低。那现在呢，油价的变高，对不对？所以呢，沙特阿拉伯说，大家你就不要生产太多，反正现在也出不去。可是呢，沙特阿拉伯自己有一个油管可以从红海出去，对，盐步港。那阿联酋就说，
那你在那边赚，我现在我才不在乎怎么跟美国的筹码，我现在在乎的是我尽量能够多出口，然后能够尽量这个多赚钱，所以他退出。这个退出啊，就会使得将来在整个石油机制里面呢会出现混乱。所以换言之，我刚刚提到，现在全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失序的一个时代，也就是美国不再做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它基本上变成一个交易者，然后它破坏秩序，它以它自己的利益为主，地缘政治就到处的浮现，以当地的这种利益为主。那你看到阿联酋也采取同样这个态度。那伊朗现在它的这个石油出到中国，受到美国的这个封锁的影响，它现在找到铁路，那铁路成本高，可是最后一点，也就是因为这要到4个月之后才会显现出来，因为通常海上运油2个月的时间真正进入到国内市场，然后呢2个月之后它才会这个觉得收入就购买的价格才会透过就是体系里面转给伊朗，所以这4个月时间，那如果从2月初到现在。还有一段时间的等待。好，所以刚刚有名教授说是干扰者，但英伦觉得美国现在是捣乱者。好，那曾辉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说一下中国大概被上帝遗忘了将近200年，从甲午海战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是在受列强的欺凌，中国人已经活到了一个没有信心的地步了。可是最近呢30年，上帝突然我觉得良心发现了。我们亏欠中国人太多了，除了中国迅速的发展之外，最近4年、5年、3年、2年，这个世界接连发生的事情，好比说俄乌战争，好比说以哈冲突，好比说川普上来以后这个关税战，跟全世界这个打这个关税战，还有最近的美伊冲突，每一个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情，通通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只要坐那里观望，那中国的国际地位会上升，全世界都觉得中国是最稳定的，它的经济会希望跟中国这里合作，这就是一个让我感觉到说，最近4、5年总算我们这个世道要轮到我们中国人的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一直说这个战争美伊我认为80%以上就是一个和平，谈完大家就撤军了。可是刚刚有没有一开始主持人也讲到了说，哇，这么多的兵力在那里转，对不对？大家不要忘了，叫做政治决定打不打，军事决定如何打。最后的决策在川普，对不对？我现在赌他80%，他一定会撤。但是军事的军人能够坐那里将领坐前线说，他一定会撤的，那我们准备干嘛？对不起，所有的军人一定要朝向那个最糟糕的这个状况去做准备。那万一川普决定要大打呢？万一川普决定要推地面部队进去呢？谁敢说是不会的？所以你记住，军事的准备一定是全部都要顾到。但是现在你可以知道他的准备，刚刚其实这个我们杨老师也说到，他不是钱的问题，第一个是他的弹药有问题，你知道，他不是你再多钱你也没有弹药。还有第二个，它是多大的一个海上的兵力在那里，有20多艘船，这中间有3艘航母是10万吨的，有2个叫做远征队，各有3艘是2万吨、4万吨的，就是将近几万吨的船就有6艘加3艘9艘，还有其他所有的护卫舰。你这不知道是多少的船？他如何去维持这些船上的官兵的牛奶、鸡蛋、生鲜水果？这种东西你只要摆上床，大概7天之后大概就结束了。所以想要维护他们这里的士气，真的非常困难。实际上在做这些的人，我相信前面在做这些补给的这些海军的将领们都知道这是非常难以拖下去的。所以最后我认为大家都在期待川普做一个撤退的决定，因为这场战争坦白讲美国打不下去。好，就要看川普怎么自己下台阶因为他下台阶讲了也好多次但是都看不到他真正的作为。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不是在白宫祭协遇袭吗？好，结果这件事情全球的人都有关注。好，伊朗也关注了，但是他们发了一个
AI 的影片哦，似乎也有点带着嘲讽啦。我们看一下哦，这 AI 影片，好，这个是讽刺川普白宫晚宴的枪击事件哦。在枪击开始后，川普竟然还微笑的出现哦。随后这保安人员枪手想要凸显的好像是事先策划好，所以现在伊朗速度很快哈，而且他们是特用了 AI 把整件事情还原好，所以这当然在网络上也有一些讨论度。好，那不管如何，这个事件本身，大家还是觉得，因为有牵扯到暴力，又牵扯到枪支，对不起，是不对的，我们予以谴责。但是目前看到有一些记者因为他们很多是记协嘛，就是记者的协会美国知名主持人吉米·费拉就说啊，其实对安检的评价就是正门就随便找来的人在看门说根本不上心，甚至不是特勤局的人感觉就像是酒店女员工在看门，就是饭店的女员工啦。好，那新华社的记者则是亲测晚宴安保的时候就发现说啊，其实只要扫一眼就能进说形同虚设。那还有英国是凤凰卫视驻美记者王彬儒发文说，500刀就$500一个人的白宫记者晚宴只上了个沙拉。然后后来这个龙虾都还没来得及摆上桌，他自己还在社群上面 po 文所以大家真的就只吃到沙拉就仓皇的离开。那现在呢，川普3度遇刺大家就说了，美国社会为何有一点集体麻木？好，那目前看到美国媒体工作者分析，对于华府的饭店发生针对总统跟政府官员的枪击案，美国并未举国震惊担忧，而是冒出了大量的阴谋论。甚至漠然冷感半夜读到这么大的讯息，很多人是翻个身之后就能继续酣睡。那不少人怀疑这晚宴的枪击跟2024年7月川普在宾州造势遇刺同样缺乏可信度。当时是这个他耳朵受伤嘛，然后有人说好奇迹只有耳朵受伤。那这次川普的临场反应冷静自若，也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猫腻啦好，那我们再关心到的就是第一岛链因为目前呢有人觉得除了日本之外，菲律宾也成为了抗中的马前卒吗？好，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他讲说啊，菲国不担心中东战争会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阻力，但又警告说啊，中国可能会试图寻找可乘之机。好，那另外呢，美军最近不是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当中，从帕拉汪岛对海上目标发射了海马式高机动的火箭系统。好，其实相关部署都是在南海主要的航道，使这类的联动变成是区域海上防御的布局。那现在南部的战区，也就是中国这边有批菲律宾跟域外国家联合巡航是搅局的。那除了菲律宾，现在大家说李在明是不是也不听话呢？因为李在明现在希望把战时的这个权力就是战时指挥权抓回来，但是引得驻韩美军司令的不满他说政治便利不能优于条件使得韩方相关的进程再度面临了挑战。好，那日本的部分则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有特别讲到，日本近期在军事安全的领域危险冒进，还有试探挑动动作频频。那目前高市早苗有讲到长期战争的准备，也引发大家的讨论。但问题就是现在日本最大的弱点就是打不起长期战争因为它的石油自主非常低，天然气自主也很低，煤炭自主也非常低，都完全依赖进口。好，二战末期美军就发现日本这个致命的弱点所以当时用水雷封锁了日本港口，实行饥饿计划。那日本立即就出现了原形。好，那日本计划斥资加固驻日美军设施，向川普展示他们有多努力。好，我们真的看出来高市早苗相当的努力好，那第一岛链也有一些相关的情势，我们还是先看到的是川普。好，伊朗这边抓到机会就赶快笑川普。我们先问杰大使。对，川普3次遇刺，那其中2次，包括这一次，都被拿出来检讨，就是说他的所谓的维安工作非常非常的拉差。那个简直就变成就是说，好像在办8+9一样。上一次人家就是说他被枪击到耳朵那一次，他说那个最明显的位置为什么没有派人去人家防守？最好这个刺杀总统的那个人就是，而且有人说看到一个年轻人提枪到那个楼上。结果这个特勤团队也没有反应所以他们就那时候就认为有问题。当然川普后来当选了，立刻把特勤队的队长换掉，换到一个就是那次他被枪击案的时候
那个飞身去保护他的那个人。哦，可是问题变成就是说，我认为那个飞身保护他的人，事实上他的专业就是在总统身边做保镖。你要整个的这个好所谓的安保环境，这个好所谓的这个特勤的布局来讲的话，他显然不是他的专长。他来领导这个特勤团队啊，可能因为出现这一次在这个华府希尔顿饭店这次这些这个周遭的防卫措施的荒谬。因为事实上的话，很多人就讲说，第一个他没有整个旅馆把这个安保放在整个旅馆外围，而是在旅馆的里面，因为他不想妨碍其他的住客。那所以就变成去会场的那些附近做了一些安保。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进会场的时候，那些进会场的人的安保，每一个人的安保措施，现在所有因为都是记者嘛，这是华府的记者协会的晚宴，主人是华府记者协会，所以才会出一个人花500块钱买票，并不是白宫做主人啊。白宫做主人的话，不会要你出钱买，这是华府的这个记者协会学会记者他们来募款的一个参会。川普是他的客人而已啦，所以才会有500块钱这个一张票的这状况。那问题就进去的时候，你拿一张票就刷一刷就过了，也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这些安保措施。对，其实我们有截一张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的 invitation， 就很容易就进去啊。所以你如果要坐在里面的话，那更容易啦。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次就会变成说，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专业的，所以这个总统级的这个所谓的防护措施应该有的。所以就怀疑是不是川普自导自演。对，不过那天也有人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状况，不过这里面就变成显露出来川普这个团队的落差的情况。第一个，川普坐在那边还没被架走，结果呢，副总统先被架走了，对，所以副总统先被撤，所以有人怀疑说是不是副总统策划了，对，然后川普被拉出去的时候呢，这些安保人员居然第一件事情是让川普摔了一个狗吃屎。对，当然他们现在没有特别的。川普被拉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摔了一跤。对不起，快80岁老人家没有被暗杀，那摔一跤如果没有摔伤的话，那你们这安保到底在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太落差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让美国到现在还在讨论。那昨天在讨论的是什么呢？就共和党的美国国务院议员开始攻击民主党。说这一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们民主党不断的妖魔化我们的总统，然后呢暗地鼓吹暴力，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你们民主党。哇，民主党听了也怎么样？火冒三丈，开始回撤，所以这边变成一个口水战。对，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在讨论，那不断的有新的议题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只要出一点事他们不是想弥补这个问题，而是怎么样，就把责任都堆给对方，就一阵口水战。然后呢，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一个总统，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上任没有多长时间，已经遭到3次暗杀。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根结原因在哪里？那民主党是想要去探讨，可是共和党想要去面对吗？所以如果说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话，那他还会生病，还会有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枪击事件。他们有真正想办法去解决吗？这就是一个问题症结嘛。如果总统很注意自己的维安，他应该去检讨，就他反而去批在野党，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猫腻更多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讨论嘛。永明教授怎么看？我们看历史上一个大帝国走向衰退，就一定会有一个末代的皇帝在那边胡作非为。对内对外都是如此。然后呢，他的团队，他的这些就是大臣们，一定是离心离德，表现荒唐。我在讲历史上，还是在讲现在的美国的川普，很像，对不对？你看刚才大师讲到的那个特勤队的负责人叫Sean Curran，他其实就是川普的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硬保的。所以现在媒体在检讨他，所以你现在看到整个是荒腔走板。不过那个 AI 的剧里面有一点不对那个枪手他跟这会场是不同层楼的，所以他没有进入到那个真正的会场，也没有进入到那一层楼。那个希尔顿饭店那个入口当然在1楼，但波是楼下传来，所以以为说好像餐桌倒在地上，然后呢，特勤单位才第一时间透过那个 intercom
通知，要赶快要把人带走啊，所以很糟糕的这种情况。那但是川普的民调出来了，但是在他这个4月25号受枪击之前，又掉到34%了，前所未有的低了。特别是他在处理伊朗的问题上。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被枪击的事件，像你在2024 7月一样，你表现出来 fight， 大家还会说不定会支持你一下。结果你想到的是，你看我就说嘛，我应该在白宫盖自己的大宴会厅，要花4亿美元，要把整个白宫的历史建筑要做很大的拆除。当然，大家就觉得你怎么在想你自己？你没想到你现在在伊朗被拖住，你没想到美国国内现在整个撕裂，然后呢，其中选举大家彼此的攻击，就你在那边，然后呢，喝的香槟，还好那个枪手不让你香槟喝完，对不对？那当然了，有人说他那个被打是不是假的？但是当然我们在台湾特别了解了，因为有人2颗子弹肚皮上被划过去，留了一大堆脂肪。但是呢，基本上川普的政府在现在就面临到的一大堆的问题，其实都根源于来自于川普自己本人的问题，他的用人，他的决策，他不听任何的意见，然后呢，他一切都以交易为主。美国不再是一个保护者，美国不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只是一个交易者。谁的交易？川普的利益，他的金主的利益。好，除了川普之外，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岛链部分，我们问舰长。我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谋杀这个案子啊。其实这个人不是一个激烈的一个分子啊，他是学霸，对，他还不但学霸，他还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他一开始就向所有人，如果我伤害到你，跟你各种道歉。他让我想到的是荆轲，他是一个刺客，有理想抱负的刺客，他一点不是一个疯狂的人。第二个，但是我也要去想，就很多人说这是不是造假？我开始觉得很荒唐，可是我再想一想，我觉得是有一种可能的。我说给你们听，你们自己去参考一下。第一个，川普的民调很低，那他怎么样能够翻转呢？大家知道他真的是没有翻转的机会。那如果再来一次枪击案，他是受迫害，然后他又是要表现出一个强者的形象，像上一次不是招手在那吗？他会不会翻转？会，的确对他有。那如果说他今天准备做一个造假，所有现场一定有2个人是知道在这造假，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要造假，第二个就是那个所有的侍卫长那个头，因为他有一个耳麦，他可以通知所有的人。好，接着你看啊，他那天发生的时候，你记住哦，有一句话我们中国话叫做“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上次川普打的那个耳朵的那个血的那一次哦，隔了这么久，他第2次又听到枪声，他可以这么勇敢，你有没有发现他站在原地他不动哦？副总统都撤了，那为什么他不撤？而且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还在那里好像旁若无事的样子？”他说：“我觉得我很好奇，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第一个，他的反应完全不像是一个曾经被遭受过枪伤，几乎跟死擦身而过的人，这不太符合常理。你知道，只要你曾经遭过一次，你会怕。我是川普，我一个翻身翻到桌子底下，怎么还会坐在那里一直看？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强者，你知道吧？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再想这个凶手哦，凶手带了一把散弹枪，你们知道吧？他除了一把散弹枪，还有一把短枪，他还有刀。但是他在奔跑的中间，他手上是拿了一个散弹枪。你记住，如果你是所有的这些保全啊、这个侍卫啊，你看到一个人冲进来拿了一把散弹枪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置？